普京和习近平单独谈了4个半小时。法国，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0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非正式会谈结束，持续了4个半小时。会谈在莫斯科时间下午16点30分左右以面对面的形式开始，双方将在随后的晚宴上继续交流。报道称，两国元首讨论了双边合作和乌克兰局势以及北京提出的解决该问题的计划。据悉，两国领导人的正式会晤将于莫斯科时间周二下午15点在大克里姆林宫举行。这是中国领导人连任后首次出访，时间为3月20日至22日。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已作为国家元首8次访问俄罗斯，比任何其他国家元首都多。在过去10年中，普京和习近平总共以各种形式会晤了40多次。当地时间下午1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莫斯科弗努科沃专机机场。习近平步出舱门时，俄罗斯副总理切尔内申科等政府高级官员在舷梯旁热情迎接。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习近平一行的车队从弗努科沃机场出发驶到克里姆林宫。普京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见时称他为尊敬的主席先生，亲爱的朋友。这是普京第一次当面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对此，普京强调，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和人民代表对你过去10年工作的高度肯定。普京谈到，近几年中国实现了发展的巨大飞跃，这使全世界产生了真正的兴趣，我们甚至有些羡慕中国。他还提起了中方最近提出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的倡议，并称俄方已经认真研究了这份文件，打算稍后进行讨论。普京说，我知道你本人和我们所有的中国朋友都非常关注中俄关系的发展，并对当前大多数国际问题采取公正和平衡的立场。我们也仔细研究了你们关于解决乌克兰严重危机的建议。当然，我们将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普京说，我们知道你们是从正义原则和遵守国际法基本规定，所有国家不可分割的安全出发的。你也知道我们始终对谈判进程持开放态度。当然，我们将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包括你们的倡议，我们当然会尊重这些问题。普京表示，总的来说，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协作肯定有助于加强世界秩序和多极化的基本原则。在经济合作领域有许多问题，明天我们将能够与我们的伙伴和同事谈论这个问题。今天我非常高兴，你找到了机会，找到了时间，今天晚上来到这里，在非正式、友好的气氛中冷静地谈论我们感兴趣的所有问题。随后，习近平在发表书面讲话时说道，尊敬的普京总统，我也称你为我亲爱的朋友，我非常高兴能够应你之约再一次访问俄罗斯，并且是在我连任国家主席之后的首访国家。习近平说，你提到了10年之前我首任国家主席之后选择的首选国就是俄罗斯。刚才你提及，我也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中方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它有着历史逻辑，因为我们互为最大的邻国，也是战略协作伙伴国。这样的定位决定了我们彼此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习近平感谢普京在他20大连任中共总书记及连任国家主席后第一时间发来贺电。习近平还谈到了俄罗斯明年将举行总统选举，并称在总统先生的坚强领导下，俄罗斯繁荣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坚信俄罗斯人民一定会继续予以总统先生坚定的支持。报道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之后告诉媒体称，这与普京尚未正式宣布的总统提名无关，只是中国领导人对这种前景的评估。发言中，习近平表示，确实我们两个国家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奋斗目标，我们都为了我们各自国家的发展繁荣做出努力。中国，我们提出了下一步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贵国也有一些非常宏伟的发展目标，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合作，共同努力来促进我们对这种目标的实现。习近平感谢普京历来对中国发展建设的肯定、赞扬和支持，并称我们愿意中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一方面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一方面促进我们国家的共同繁荣发展。习近平再次感谢普京邀请双方进行非正式、1对1、朋友之间的交谈，我非常愿意和你就两国关系和我们共同关注的各方面的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此后两国元首进行面对面闭门会谈，谈话一直持续到晚餐。普京和习近平在晚宴上继续沟通。领导人的菜单上有7道菜，包括远东海产品制作的凉菜、鹌鹑肉饼、鲟鱼汤、石榴果子露。主菜是樱桃汁鹿肉或博潮拉和白北龟。晚餐后还有巴甫洛娃甜点 Pavlova dessert 奉上。据塔斯社报道，来自俄罗斯季夫诺莫尔斯科耶 Divnomarska 酒庄的2款葡萄酒及2020年份的东坡和西坡葡萄酒被选来搭配晚宴。习近平为普京带来了和平计划，但他也希望俄罗斯支援他与美国的竞争。澳洲 ABC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抵达莫斯科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并将展示他对乌克兰和平的立场。普京用仪仗队迎接他的亲爱的朋友。中国领导人同意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京会面，两人讨论了访问事宜。普京赞扬了中国解决乌克兰冲突的12点和平计划。这次会议标志着自去年初美国公开警告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了10万多名军队以来，习近平第5次会见普京。它标志着中国在西方反对战争后对俄罗斯的支援。最近，美国发出警告说，中国也在考虑向俄罗斯运送武器和弹药用于乌克兰战争。和平建议的时机赋予冲突双方同等的责任，对习近平来说是完美的。他正在确立自己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未来5年的目标，这一提议被视为他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计划受到美国和一些欧洲领导人的强烈批评，但乌克兰一直谨慎欢迎它，认为它是中国增加对莫斯科支援的更好选择。尽管一些分析人士推测，习近平可能会说服普京相信北京计划的优点，但冲突的解决仍然不确定。仍在流传的2个问题是，普京是否希望很快实现和平，以及阻止东欧的流血事件是否是习近平的真正优先事项。普京明确表示，他希望对该计划进行不同的解释，并在指责拜登时嘲笑该计划。尽管有模糊的外交举措宣传中国对全球安全和世界秩序的看法，但目前尚不清楚普京和习近平将如何解决除了表达密切关系之外的任何事情。布林肯说，习近平访问莫斯科为普京的战争罪行提供了外交掩护。纽约时报，乔·拜登总统领导下的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指责中国在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出逮捕令后，为俄罗斯提供外交掩护。这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莫斯科之后，美国对乌克兰犯下的暴行缺乏问责而受到谴责。布林肯还严厉批评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犯下的一系列暴行，例如酷刑、击决处决、对平民和非平民场所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将平民从乌克兰驱逐到俄罗斯，绑架和拘留。布林肯还提到了中国所谓的和平谈判，以解决正在进行的冲突，美国和乌克兰都认为这是无效的。布林肯强调，和平倡议应推进公正持久的和平，并优先考虑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布林肯的呼吁是美国在南中国海和其他地方针对中国的最新言论。像中国那样安抚俄罗斯的行动引起了国际审查和担忧，因为普京在一场持续多年的战争中开始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布林肯还赞扬了中国提出的和平谈判建议，包括保护战区平民、结束军事行动和控制 COVID-19 大流行的传播。然而，据国际报道，中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共同努力导致了习近平和弗拉基米尔·普京之间的独裁轴心。预计美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加大对中国支援普京的反对力度，因为他将继续争取盟友的支持，反对习近平在地缘政治领域的自信地区主义。总体而言，布林肯的指控反映了美国继续努力争取全球对北京的支援。美国批评中国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冒险，并声称他正试图帮助俄罗斯避免对那里发生的任何暴行负责。尽管如此，美国也对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援日益增加感到焦虑，并寻求尽可能的孤立俄罗斯和中国。美国还表示，除非维护主权，否则他对北京就乌克兰提出的和平谈判类型不感兴趣。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实况调查活动，征求公众反馈。南华早报，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发起了一场实况调查运动，寻求新的创新理念，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内部和外部挑战。首次在北京毕业的研究生多于本科生，在该国放弃零 COVID 限制后，工作力老龄化和经济逆风越来越大，以及美国在军事、贸易和技术问题上的遏制压力越来越大。最新的党的指示敦促官员进行实地调查，征求公众反馈意见，研究紧迫的公共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即使这意味着打破旧的规则和做法。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基层，这是党努力在人民中就其政策达成共识的一部分。该指令规定了12个重点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新的发展挑战与食品、能源和供应链相关的安全问题、外国投资、思想和资讯控制、社会公平、环境、社会稳定和党的治理。习近平和普京希望从莫斯科会晤中得到什么？ BBC，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访问俄罗斯，讨论贸易和政治问题。在俄罗斯卷入乌克兰冲突升级的背景下，此次访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说，这次访问正是他严重依赖北京进行贸易的时候，这对于对抗西方制裁至关重要，因为俄罗斯一直在促进与中国的贸易，主要是在能源领域。预计石油、天然气和能源管道将成为普京、习近平会谈议程的重要内容。普京正在寻找盟友，并试图使俄罗斯成为与中国以及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某些地区共同堡垒的一部分。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记者德米特里·穆拉托夫说。
普京正在建立他的反西方世界。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声称在乌克兰冲突中保持中立与 NBSP， 但有传言称，如果俄罗斯看起来正在输掉战争，中国将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俄罗斯？中国会袖手旁观，还是开始投入武器，给俄罗斯军队带来更好的优势？中国的中立主张似乎与中国国家控制的新闻报道不一致，那里的晚间电视简报以克里姆林宫为线索，并将很大一部分报道用于指责西方的冲突。然而，由于担心在西方引发对中国公司的二次制裁，莫斯科没有直接的军事援助。就北京而言，俄罗斯最终充其量是第二优先事项。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纽约时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访问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V· 普京 （Vladimir V. Putin）。这是2年来世界领导人对俄罗斯最引人注目的访问。西方官员正热切地注视着这次会议，寻找有关中国愿意在乌克兰冲突中充当调解人的程度的线索。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在建立深厚的战略伙伴关系，其共同目标是削弱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友好的，两国都在克里姆林宫视为其地盘的中亚争夺影响力，但中国正在那里建设更多的铁路、高速公路和能源管道。中国没有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尽管其外交政策植根于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中国将自己描绘成乌克兰战争中的中立方，通过指责美国和北约挑起冲突来支持俄罗斯的叙述。然而，中国对全力支持俄罗斯犹豫不决，担心冲突引发的动荡和不稳定可能会阻碍其增长，并使加强其全球经济联系的努力复杂化。习近平最近对他认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努力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鼓励中国工业减少对西方技术的依赖，并称赞中国的增长证明他不需要采用西方的政治价值观。中国一直在从俄罗斯购买先进武器以实现军事现代化，两国还扩大了联合军事演习。去年拜登总统访问东京时展示了武力，当时两国都向东北亚海域派遣了轰炸机。关于习近平访俄议程的一些细节，纽约时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与弗拉基米尔·普京会面，为期2天。在此期间，双方将就一揽子经济、贸易和投资协定达成一致。一些报道称，这些协议的价值可能高达300亿美元。此次访问包括与俄罗斯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的会晤，以及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团之间的谈判。为纪念习近平的访问，将举行国宴，但细节尚未公布。尽管这次旅行原定于今年早些时候进行，但由于冠状病毒而被推迟。虽然两国都表示两国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但两国之间的贸易在第一季度有所下降。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同比下降近20%。